这一条河就是怡保非常著名的劲打河，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分割怡保的旧街场，就是在我左手边，再往左手的就是旧街场，右手边的再去就是新街场。为什么会分旧街场跟新街场呢？就是当年华人在下南洋的时候，他们是来这里采锡矿的。当时在18世纪末，不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旧街场就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火灾。当年那个英殖民他就觉得，人口好像太多了，所以是应该开拓新街场。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开拓怡保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叫做姚德胜，他就斥巨资一口气建了300间的那个商铺，就形成了现在的新街场。苏珊就这样从旧街场走到新街场啦，继续向前走。漂亮的周末，大家都很休闲的进行。人民公园 Market， 马来市集，怡保很少见马来市集。它这里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像一件衣服大概是20块，然后一个帽子15块，看起来像是文创活动。然后有些人会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有些人就是带他们认为好看的衣服、裤子来卖。价格超级实惠，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价格了。可以看得出他是比较年轻人的，比较年轻化。它分成2块区域，上面那一块是主要卖非食物类的，然后这一块区域就是卖食物类的。可以看得出，基本上都是马来人他们在卖的。然后很年轻化，包括上面它有卖一些潮玩的玩具，碰漫然后都很年轻化，它不是传统化的。就你来到这市集，你就感觉满满的活力。Ya ha. Boleh from kan? Boleh. Boleh. No problem. Boleh. Okay.
这个马来商家他很贴心哎，因为他卖的是墨西哥的食物，所以他担心别人可能看不懂墨西哥的这些食物是什么样子，他就用粘土做了他们的样子，像 Quesadilla、Burrito、Nachos、Taco 这样子，很帅。然后很用心，他的那个设计也是根据这个墨西哥的国旗去这样子做搭配，然后特别吸引苏珊，所以苏珊就来尝一尝他们的手艺。来怡保的第一份食物就是墨西哥的食物，应该是在这里。来一遍这个先。哦，蛮香的。Taco， 它生意非常好，苏珊等了差不多20分钟。那人潮还是络绎不绝。哦，好吃呢，难怪生意那么好。就看点了牛肉，它里面有芝士，然后还有放香菜，然后它的饼皮也煎到很好。虽然说等了20分钟，但苏珊觉得再等20分钟，苏珊都愿意等。好吃，隐藏美食。可是苏珊觉得应该是做活动罢了啦，然后他也没有放他的 IG 什么的，这种是缘分来吃它。它的分量很多，刚刚苏珊咬一块超大块的牛肉，牛肉很贵耶，这样子才10块钱。然后它的那个柠檬中和掉它的肉的那个腻，搭配的刚刚好。哇，苏珊感觉可以来多几份。赞。不得不说，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苏珊刚刚在吃完之后，倒回去看他有什么联系方式，苏珊才注意到哦，他的那个 board 上面是有他的 IG 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他的手艺的话，可以去他的 IG 查看他是在哪里售卖的。哎呦，继续前往二奶巷。这里就是怡保的印度街，所以除了马来西亚巴生有印度街，怡保也是有印度街。然后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其实也可以看到印度街，就是在这一座城市里面有一条街道，它是有很多的印度商铺。兄弟，介不介意一起飲個早茶？兄弟，需唔需要幫忙啊？要爆茶、白咖啡。哆啦 A 夢、金祥、小福、大雄。嗨，大家好，我是苏珊。知道苏珊现在在做什么吗？卖茶叶蛋。可是茶叶蛋还没有来。苏珊现在人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然后怡保这个名字大家知道是怎样来的吗？它其实是来源一个叫做怡保树 ，Pokok Ipoh。怡保树呢，它是一个它是世界上最毒的几棵植物之一，所以当年啊，在怡保居住的这个 Orang Asli， 我们叫原住民土著啊，他们就会用这个 Pokok Ipoh 它上面的毒液来制作他们打猎用的那个毒矢，用来吹的，中那个毛，拿毛进去。
所以怡保就因此得名了。当时的怡保是有很多届不过一波了，不过现在据说啦，保留至今的只有3颗，然后另外2颗也在近年也因为一些天灾，已经没有了。然后仅剩的1颗好像是在怡保机场附近这样子。然后大家要不要买茶叶蛋？收档收档。苏珊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怡保最著名的二奶巷，大家一定很疑惑，为什么来二奶巷要在晚上？包二奶梗係喺夜晚㗎啦，邊度有喺早上啊？做錯，不對，其實我們都誤會啊。其實蘇珊以前也是誤會二奶巷就是包二奶，就是給那些富豪金屋藏嬌的地方。但是後來蘇珊才發現，不是，它其實是由這個開闢怡保新街場最主要的功臣姚德勝，他把這條街道送給他的第2個老婆，因此而聞名叫二奶巷。姚德勝他本身擁有8個老婆，每一個都是名門正娶。那麼緊張，名門正娶哦。然後所以這還有3奶巷，然後還有大奶巷。大奶巷顧名思義就是他把整條街送給他的大老婆，3奶巷就是送給3老婆。然後他的大老婆、2老婆、3老婆就靠收租金來過日子這樣子。然後當年這個姚德勝在怡保舊街場發生火災的時候，他就跟當年的英殖民政府就聯合建了這新街場，他本身也花錢建了300多間的一個商鋪這樣子，所以是他是一個锡礦大亨啦。當年很多華人下南洋就是來挖锡礦的，就是被賣豬仔，他是其中一個，但是他是漸漸做大這樣子。那裡有一幅壁畫，不懂是不是他的本尊？走到二奶巷的尽头其实蘇珊倒反了，蘇珊是從街尾走到街頭。原來就是小時候經常在小學會來派米洛的米洛車，非常懷念。蘇珊去買一杯試試。Macam mana kau bisa? Satu hari ni, baru ini satu. Ini macam kayak kecil-kecil, pen ya ada. Karena dalam ada. Dalam ada, begitu ada. Ya,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那个卖米洛的这个安哥他也说已经很久没有了。那在蘇珊身後的就是怡保的舊街場啦。喝到這個米洛蘇珊就想起小時候一定會有在小學的時候就舉辦很多的運動會，每當運動會的時候學校就會請一輛我們叫米洛車，馬來西亞的國民飲料，他們就會來咯。來了一大群小學生當時的蘇珊也是小學生就運動很累很累很累。但是運動會最期待的是什麼？是運動第1名嗎？不是，是大汗淋漓的什麼健身什麼嗎？也不是，是這杯美露，這個味道還是跟小時候的一樣，奶香。就好像沒有好像我們快點去吃飯，不准餓。
给到谁？啊，百家乐，它的英文就叫 Last Moment。它在这里最著名的呢，就是它的手工鱼丸。啊，这个也是手工的，这也是手工的。当然，来怡保一定要点的芽菜、鸡、饺，然后蔬菜还点了这个干捞老鼠粉。干捞咖喱河粉啊，也是来怡保必点的伙饭。先试试它的汤，它的汤是偏咸香的，不过感觉喝起来哦，怡保人他很喜欢在他的汤头加糖，所以喝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好吃哎，咖喱跟这个干捞酱，这个干捞酱它其实就是酱油啊，黑酱油，可能有一些蚝油去调，就是也是咸香咸香啊。可是怡保他们的调味总是会多一股甜味，好吃。最著名的手工鱼丸，不愧是手工的。它的鱼味很浓，然后很 Q 弹，好吃。手工肉丸，来一点辣椒，看来苏珊的筷子功还要练一练。一般上猪肉丸哦，我们都是买包装，一粒一粒小小粒，它这个自己打的哦。可以咬到它的肉的质感。接下来是它的干捞老鼠粉，为什么会叫老鼠粉呢？苏珊以前其实有一个设想的，不懂这说法对不对？看到它这种一条一条的嘛。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老鼠的尾巴？这吃饭不要说这些啊！但是老鼠粉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米苔目。然后米苔目这个美食呢，它其实是源自于客家人的一道美食。客家人是一个很特殊的民系，它是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就是比如说你问我，哎，你是来自哪里的？你是什么籍贯？哦，我是来自广东的，我是广东人。我是来自潮汕的潮州人。啊，但客家人他没有一个地方叫做客。啊，但是据有学者研究啦，客家人为什么会叫做客家人？他其实这个客代表的是客人的意思。客人就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那个客人就是来做客。So 当年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客家人他们因为迁徙很多次，所以他们到当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城市的人就把他们称作为客人这样子。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但是蛮有意思。看这个青椒，炖得很软烂，果然还是带甜的。如果你们喜欢甜，你一定很喜欢怡保的美食。
最后一个肉丸。太大力了。这肉丸很特别哦，它感觉像是面粉跟肉丸的混合，然后它里面还有放姜去做调味，就会吃到一股很重的姜味，它就会去 balance 它的那个肉的味道。哦，但是它的调味还是甜哦。果然怡保人很爱点。然后刚刚苏珊就在录影的时候，他老板就经过，他就说：“大家早啲嚟哦，我哋收鋪咯，你看他们已经收档了，巴黎商铺。”但是哦，人还是很多，就证明是很推荐大家的。而且他不只是华人，还有印度同胞也是很多种。其实苏珊以前对怡保的印象就是只有老人跟小孩待的地方，因为苏珊当时就听说，因为怡保的工资很低，好像是全马来西亚最低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会到吉隆坡去打工，然后，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还是一样，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好吃，好吃。完食。饼跟你要直接拿。OK 咯，这个来怡保当然是要买香饼啦。OK， 麻蛋拌饼，还有这个马蹄酥，收工回家，拜拜。